爹，爹，我终于找到你了！爹，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做咱家的种，也不撒泡尿照照。您还记得9年前幽州破庙里的夏青云吗？他说她是我娘。咱家没去过幽州。起轿！原来是这样。阿离，去京城，去找当朝9千岁谢南怀，他才是你亲爹。找到他，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快跑，快跑，别回头！那张生辰八字应该是假的吧？娘是怕我会陪他去死，才编了这么个谎言。他是想让我抱有期待，让我逃出那个吃人的村子。可我现在又能去哪儿？又不争气了。2年来，我扮成男孩躲避人牙子，一路乞讨入京。3天饿9顿是常有的事，野草充饥也比遇上山里的豺狼强。孩子，快守着！你不可能是9千岁的孩子，因为他只比你大10岁。大10岁？10年前他才8岁。拿着馒头到一旁趁热吃完，便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傻孩子，达官贵人的门前是不让乞丐走的，惹了贵人不喜，被打断腿扔到乱葬岗也是有的。娘，阿离好想你，你为什么要骗阿离？这味道和以前娘买的一模一样。以前娘做女红得了钱，总会给我买馒头解馋，她却总看着我流泪，说是沙子进了眼。阿离，你本不该过这样的日子的，都是娘不好。可我从来没怨过娘，我觉得只要跟娘在一起，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日子。怎么又回来了？快走吧，被管事瞧见就麻烦了。爷爷，谢谢您的馒头，我已经很久没吃过那样好的食物了。这是我在山里从一头黑熊那儿偷来的，那黑熊为了它敢跟猛虎拼命，我猜是个好东西，反正我也用不着，送给您。爷爷，您不喜欢吗？孩子，我总算见识到什么叫抱着金饭碗乞讨了，这可是千年人参呐！你真的打算就这么送我了？就为了那么一个不值钱的白面馒头？不后悔。我不懂什么是千年人参，但我知道我守不住它。这2年来，只有这位爷爷眼里有像娘一样的疼惜，这就够了。那以后我做你爷爷好不好？我要回去找娘了，只要能和娘在一起，世道再苦也是甜的。回去后，我也往身上系块石头，跳进娘被陈塘的湖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你从幽州一个人走过来的，这路程万里，等爷爷安排妥当，让人送你一程吧。坐马车吗？要是坐马车，我就能早点见到娘了。爷爷，会不会给您添麻烦？怎么还没走？既不想走，就留下给咱家当个跑腿的小厮。千岁不养闲人。我不是故意的，确实脏了些。女的，晦气！好痛啊！原来娘被陈塘时是这般绝望。这么浅的水都能溺死你，你是哪来的废物？把自己洗干净，衣服我一会儿送来。早知道买几个丫鬟了。这布料简直像云朵做的，又软又暖。
备车。是。这车上的气花恐怕都比我的命贵，万一服侍不好他，小命交代在这儿，就找不到娘了。上门认亲时，胆儿不是肥得很吗？放心，咱家不吃人，咱家是想亲自送你回幽州，顺便找你娘确认一下你的身份。不用确认了，我不是您的女儿，您那时才8岁，而且我娘已经死了。村民们说她不守妇道，年景不好都是她害的，他们把她捆在石头上，推进了湖里。你确实不是咱家的女儿，但咱家确实认识一个叫夏青云的女子，她原是陛下身边的第一女官。怎么可能？我娘只是个大字不识的村妇。京城真富裕啊，这里的下人穿的都比我们村长好。千岁爷，村长说我娘是个罪人，那我是不是罪种？若你娘真的是夏青云，那你不但不是罪种，还有可能是什么？异。我不打算告诉他娘已经死了。我知道娘不可能是他口中的女官，但如果这位一人之下的9000岁能送我回村，村长看到这一幕，会不会吓破胆？会不会后悔将娘沉塘？他虽然年轻，但那股无形的气势压得人喘不过气。他知道我在利用他时一定会杀了我。没关系，我本来也没打算活。我多希望娘就是那个第一女官，那样谢南户一定会替他出头，他也一定知道我的亲爹是谁，那娘就不是村长口中的罪人。马车摇摇晃晃走了3个月，谢南怀是个极讲究的人，每日都要洗澡熏香，做他的侍卫真是辛苦极了。谁准你进来的？属下失职，请千岁责罚。公子，阿离，对不起，求您不要罚他，是我看他太累了，自作主张抢了活。你没错，但他确实错了。可他只是太困了。他是贴身侍卫，职责是守护。若今日你是别有用心之人，他便已害了咱家的命，懂了？我懂了，我只是觉得您对我很好，想报答您。我瞒着已经去世的消息，让他白跑这一趟，心里总觉得愧疚，想弥补一些。你往后再不能轻易跪人了。娘说过，女儿膝下也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看来你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刚刚还跪得那么利索。我只是不想您责罚他。这里像娘说的牢房，谢南怀带我来这儿，是想要将我卖了吗？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您是要将我卖了吗？我一路躲避人牙子，宁肯走野兽横行的山路，难道最后还是要被卖掉吗？你娘怎么把你养得这么小家子气？放心，咱家没想把你卖了，咱家就是想给你买个冲心的奴婢。买奴婢？咱家受不了你那卑微的德行了。明明你是个女子。千岁爷不必破费了，我有手有脚，并不需要人服侍。你是在阴阳咱家？没有没有，我脑子笨，不会说话。那以后就少说。给他们取个名。他们原来没有名字吗？咱家让你取，你就取。花红，柳绿。给你1日时间重新思考，想不出来，咱家就把你也卖了。哦。抬头挺胸，走路自然点儿。比我娘还啰嗦，要不是对她心存愧疚，又打不过她，真想跟她拼了。算了，不跟她计较，还得靠她回犀牛村狐假虎威呢。取名字怎么比走几千里路还难？期间，2位姐姐已经开始服侍我的各种生活起居。小姐，请用茶。啊，
这些贵人真奇怪，喝个水还不能大口喝。还有那个谢南怀，看着冷冰冰的，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不行，太俗。麦花单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路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教郎比并看。叫铜匣小路，可好？确实不错，只是这位女词人的词，可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妇会吟的。看来你也不太了解你娘呢。娘说了，这是她在戏台子下听来的。这是哪家的千金大小姐？这脸瞧着怎么有点眼熟？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住牛棚的阿里。阿里，你这身衣服这么好，从哪里得来的？哪来的野孩子，竟敢冲撞姑娘！打人了！小虎，怎么跟你阿丽姐姐说话呢？没大没小的。哎呦，真是阿里呀！我就说这孩子大小姐有福气。阿里，我是你王婶儿啊，忘了？你小时候我还给你喂过半块康饼呢，忘了？我记得你是给过我半块发霉的康饼，然后抢走了我爹给我留的一吊钱。那都是误会，阿离啊！你看你现在大富大贵了，回村也不带点见面礼，这簪子沉甸甸的压脑袋，不如让婶三替你收着。王婶这手，莫非是想要见官是非剁掉你？当年欺我辱我之人，一个也别想活。王婶，当年的旧账，咱们正好当着大家伙的面算一算。娘，那年冬至，他在我回牛坪的路上，用尖石子砸破了我的头，我现在额角还留着疤。大前年除夕，你纵容他在我洗好的衣服上抹臭鸡蛋，还带头喊我没爹的野种。这些事，王婶贵人多忘事，我可一刻都没敢忘。好你个阿离，穿了几身好皮就敢回来翻旧账了！大家快来看呐！这小野种满嘴胡话。这小虎确实顽劣，以前总见他欺负阿里，这当娘的也从不落好话，心肠毒着呢。你怎么不说说？当年你嫉妒我儿子有爹疼，亲手把他推下河。要不是路过的张农夫，我儿子早就淹死了。那天是他想抢我的馒头，自己脚滑掉下去。王婶颠倒黑白的神手，真是见证。嘿，果然是夏青云那个贱人教出来的种。夏青云当年大着肚子回村，指不定是跟哪个野男人生下的你，还有脸在这儿摆大小姐的谱。我看你这一身行头，也是去京城卖身换来的吧？你再说一遍。说就说，夏青云就是个不检点的荡妇，你就是个万人枕的下。今天就去犀牛村教训教训你这个小畜生！王婶，这一下是替我母亲还。大家伙快瞧瞧呀！阿离这小野种在外面勾搭了男人，带回来打长辈了，光天化日欺负弱女子，还有没有王法了？阿里如今发达了，也不能回村这么横啊！有种今天就把我弄死在这儿，让全天下看看你们这些权贵的臭嘴脸！刚才是谁在喊王法？你是谁？你凭什么帮他？就凭着犀牛村的地是咱家的，王法在这儿，只要咱家在这里，咱家就是王法。谢大人，我想自己动手。哦，那咱家便为你撑这把伞，看你如何在这犀牛村翻天覆地。哪来的狂徒，敢在犀牛村说什么王法？老子在这1亩3分地扎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奶呢！哼！村长，你可算来了！这野种带了个姘头回来，把我的脸都扇肿了，你得给我做主啊！好的，不管你在城里是什么官，到了犀牛村就得听我的。实话告诉你，当今莫阳县令那是我亲戚的大外甥，都我的人。信不信我一个口信过去，让我外甥把你们全关进大牢，让你们这辈子都见不着太阳？
谁敢在犀牛村撒野，我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祖宗哎，快住嘴吧！瞧见没，我大外甥这就到了，你们等死吧！大外甥，你打我干啥？闭嘴！谁是你外甥？我没你这种寻死的舅舅。下官莫城县令参见谢大人，谢大人千岁！哎呦，原来是谢大人驾到，小的刚才那是在跟您开玩笑呢。大人，您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其实也算半个亲戚。我这外甥在您手底下干活，小的也就是您的半个老奴啊。亲戚，咱家这把伞下可容不下你这种烂泥里的脏东西。村长，这兜着走的滋味，现在如何？9千岁，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我刚才还想杀他护着的人。阿离，你是婶子看着长大的，你帮帮婶子。婶子这张嘴是茅坑里的石头，你别跟婶子计较，求千岁爷饶命啊！阿离竟然带了9千岁回来，嘘，别说话，小心掉脑袋。阿离，你看这些人的骨头比咱家想象中要软得多。刚才骂你母亲的人，你想怎么处置？是拔了舌头喂狗，还是乱棍打死？全凭你一句话。杀他们只会脏了谢大人的手。林县令，当年的冤案以及这几年的欺凌，若爱当何罪？灰姑娘的话，诬告、辱骂官眷、强占财物，按律当杖责50，没收家产，流放边疆。那便按律办吧。另外，这些年村长从我家夺走的，我要他10倍吐出来。听到了吗？照办。办不好的话，林县令，你这颗脑袋也就别要了。阿离，多谢千岁爷全之恩。不错，这规矩学的倒是扎实。咱家调教出来的人，总归不能让这群乡野村夫看轻了。既然要谢，那就拿点实际的出来，别只在嘴上功夫。村长，我母亲临终前说过，因果报应迟早会来。这位大哥，借剑一用。阿离丫头，我好歹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呀，你不能杀我，杀人是要偿命的。偿命？我母亲病重向你讨要回我家的银两治病时，你可曾想过她的命？我被迫在牛棚与生丑同时时，你可曾想过我的命？饶命啊！我都还给你。这些年，你吞了我沈家的地，占了我沈家的宅，甚至连我母亲唯一的遗物都要抢走去典当。阿离，手别抖，杀了这种脏东西，怕是会脏了你的剑。杀了他？不，那太便宜他了。阿离，你这真是冤枉死老头子了。你母亲那是病重无治，我也曾想帮衬，可家里也揭不开锅呀。那宅子和地是村里公产，我只是代为照看。村长，我看你全家倒是红光满面，养得肥硕的很呢。小顺长得可真瓷实，那身缎子面料，说我没记错，当初是我母亲准备给我及笄时裁衣裳用的。小顺，快跑，快回家去！斩草除根这种事，阿离，你若是不忍下手，咱家的番位最是擅长。不要，千岁爷，阿离有什么冲着我来？小顺还是个孩子，他是我们老张家的独苗啊！在这犀牛村，你最懂如何平息权贵的愤怒。当年你为了讨好镇上的恶霸，亲手把我推进了牛棚。现在9千岁就在这里，我的怒火也没熄。这一剑，你是用在你那宝贝孙子身上，还是用在你自个儿身上？阿离，你这是要逼死我？不是我要逼死你，是这世道的规矩，你教我的。哈哈，好一个自己给的交代。林县令，把这一幕记清楚了。若村长的交代不够诚恳，你就替他全家做个交代。下官明白，一定让千岁爷和姑娘满意。你个丧门星！真当找了个阉党撑腰就能翻天了？我张大发在犀牛村当了30年土皇帝，还没被个黄毛丫头唬住。就算老子今天要死，也要拉着你这个孽种垫背！死到临头还要攀扯我母亲？呸！贾青云那个贱妇，未婚先孕，挺着个大肚子滚到我们犀牛村，这就是德行有失。这种败坏门风的荡妇，为何
淹死他都是轻的。村长说的没错，那夏青云生的一副狐媚样，当初刚进村，勾得村里的汉子魂都没了。就是大晚上的屋里总有男人影，指不定是哪来的野种，还敢在这装什么大小姐？嘿，生出来的种也是个讨债鬼，把咱村的福气都带散了。这些蠢货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原来，在你们眼里，我母亲的善良与忍让，竟成了你们往她身上泼脏水的谈资。去死吧！咱家平生最讨厌2种人，一种是敢对咱家的人动手的，另一种是嘴碎的。千岁爷，民妇只是实话实说。既然实话这么多，这舌头想必也是多余的。林县令，这些多嘴的妇人，每人掌嘴50，牙打碎了没关系，舌头给杂工一根根拔下来，晾在这村口的歪脖子树上。大人，下官收到。大人饶命啊！大人，谢大人，不必拔舌。既然他们说我母亲勾了村里汉子的魂，那便请林建兴查查这些年村里到底有哪些汉子借着照顾的名义抢了我家的东西，凡有参与者一并抄家入狱。你这没良心的！你母亲就是个不安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说两句怎么了？不安分？到底是谁不安分？当年我母亲容貌出众，你们这群自诩正经的男人，哪一个没在半夜翻过我家的院墙？若非隔壁猎户王叔叔每夜守在门口，我母亲早就被你们这群畜生生吞活剥了。张大壮，你忘了3年前那个雨烟，你带着锄头想撬开我家房门，被王叔叔打断了腿，你说是摔的。可你们这群人竟然污蔑王叔叔与我母亲有染，在一个深夜集结全村几10个壮丁，活生生将王叔叔在乱棍打死，甚至连个全尸都没留下。还有你们，李大婶，你家那大瓦房是怎么盖起来的？是我母亲，她看你们冬日没米下锅，手把手教你们京城最时髦的绣活，帮你们联系镇上的绣庄换钱。你们拿了我母亲教的手艺挣了钱，改善了生活，反过头来却在背后编排她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这世上还有比你们更恩将仇报的东西吗？原来这犀牛村竟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巢伙。林建胜，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参与围殴猎户的，按杀人罪论处；私闯民家骚扰妇人的，流放3千里；侵占家产、污蔑毁谤的，全部家产充公，入狱服刑。阿离，这地方太脏，既然跟公道已经讨回来了，剩下的血腥气，咱家的人会帮你处理干净。谢千岁，这犀牛村，阿离再也不想踏入半步。流放入狱，要断我张家的后，老子先送你们归西！乡亲们，这京城来的阉贼统共就这几个人，这莫城县令也是个怂包。咱们犀牛村几百口子，一人一锄头，也能把他们砸成肉泥。山高皇帝远，杀了他们，往后山林子里一埋，谁知道人死哪儿了？不杀他们，咱们全家都得死。村长说的对，弄死这帮狗仗人势的，咱们才有活路。疯了！你们都疯了！这可是9000岁呀！死不悔改！藏门星，先拿你祭刀！阿离，看好了，这世上讲道理行不通的时候，最管用的是杀戮。杀，一个不留！我的腿！看来这村子的地，今日得用这些污浊的血来浇灌。救命啊！阿离，我是你长辈，你不能杀我！小野猫，让咱家看看你真正的爪子。你要干什么？长辈，当年我被你们赶进深山自生自灭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自己是长辈？你以为我这2年是怎么活下来的？在深山，我每天都在和野狼搏斗，和毒蛇抢食，杀你们这群畜生比杀野猪容易多了。这2年，我每晚闭上眼，都能梦见母亲临终前的样子，还有王叔叔被打死时的惨状。好一个利落的斩首，咱家果然没看错人。谢大人，旧账清了，从今日起，世间再无犀牛村的孤女阿离。从今往后，你是咱家的1品带刀侍卫，这天下再无人敢欺你辱你。疯了！阿离杀疯了！老天爷呀！
别杀我！别杀我！阿离，大婶以前还给过你半个窝头，你饶了我吧！饶了你！3年前我母亲重病卧床，我跪在你们家门口磕头磕到额头见骨，只求你们还回那几个绣钱换药，你们是怎么做的？李大婶，你当时端着泔水骨当头钉在我身上，骂我们母女是烂了骨头的狐狸精，你忘了吗？这村子里的每一寸土都沾着我母亲的泪，每一口井水都浸着王叔叔的血。阿离，哭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记住这种感觉，只有手握生杀大权，你的质问才会有回音。谢大人，带我走吧，这里连空气都让我觉得恶心。传令下去，封锁犀牛村，除了妇肉，凡参与当年之事的帮凶，通通带回京城刑部，慢慢清算。阿离，你这个丧门星，活阎王！你害死我男人，现在还要害死全村的人，我真后悔，当初就该在那破庙里，趁你还没断气，一把火把你和你那个狐狸精娘夏青云一起烧成灰尘了堂，让你们母女去地底下喂鱼，也省得今日留你这个祸害来祸害人间。陈塘，原来当初那场火也是你放的，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来啊，有本事你把老娘也杀了，你这个没爹养的野种！娘，斩草除根的道理是你们教我的。阿离，既然亲手了断了过去，那就随咱家回京，那里的鲜血可比这穷山僻两的要热乎得多。从今往后，你就是咱家手里最快的那把刀。谢大人，阿离向您谢罪。谢罪？咱家带你杀通了这犀牛村，你倒要谢哪门子的罪？阿离骗了你，我母亲夏青云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这群畜陈塘害死了。阿离自知人微言轻，报不了这血海深仇，所以才利用大人对那桩陈年旧案的兴趣，引大人来这儿。利用咋讲？你这小野猫，胆子倒比虎狼还大。这条命是大人给的，现在仇报了，命还给大人。谢大人，谢谢你，给了阿离亲手杀仇人的机会。大人，命还给您。在咱家面前寻死，你当真是半分没把咱家放在眼里。这怎么可能？看清楚了，这天下的规矩是强者定的，你想死得问过咱家。大人，您究竟是救你的神，还是杀你的鬼？阿离，既然敢利用咱家，那就把命留好了。带走，回京。这种力量，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狠到了极致，可在谢南怀面前，我竟如蝼蚁一般。阿离，咱家叫你的话，你都当成耳旁风了。咱家说过，你的命是咱家的，你倒好，不仅随便给人下跪，还敢对着自己的脖子动刀。再敢有下次，咱家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到时候你想死都是一种奢望。大人，阿离骗了你，阿离是大骗子，我利用了大人，害大人跑这一趟空火。大人想怎么折磨阿离，阿离都认了，哪怕把阿离碎尸万段，也是阿离该得的。怎么折磨你？碎尸万段？你这脑子里装的莫非都是村口的烂泥？大人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你还没给咱家报恩，就想着一死了之把账赖了？报恩？废话，
白跑一趟的损失，你得用这辈子来还。没等咱家把你的价值榨干，你就是想进阎王殿，也得看咱家准不准。那阿丽不死了？擦干净你的脸，丑死了！再敢哭一声，就把你丢下去喂野狗。至于报恩的事，咱家现在没兴致听，等回了京，咱家有的是法子让你还。看看你这副德行，满身污血，腥臭难闻，真是脏死了。咱家这马车上的沉香木都要被你这身血腥味给糟蹋了。大人，阿丽一会儿就去洗。还有，记住了，以后再敢亲自动手杀人，让那些脏血溅到身上，弄脏了衣服，咱家就在你的被窝里放上10只肥硕的大老鼠，让你每晚都和它们抵足而眠，如何？老鼠还是10只？不要！大人饶命！阿丽保证以后再也不亲自动手了，绝对不让脏血弄脏衣服。以后谁要是惹了大人，阿丽就给大人递刀，或者找人烫麻袋，绝不让血溅到身上半分。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刻在骨子里了。蠢东西，倒是好骗。这些人刚才可都瞧见了你寻死觅活的狼狈样，也听到了咱家的身份。阿离，斩草要除根，杀还是不杀？大人，算了吧，不过是些妇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杀。愚蠢！在这世道，心软就是递给敌人杀你的刀。既然你下不了手，那这双脏手，咱家替你做了。公公饶命！下官什么都没看见，下官。住手！心疼了？记住这股血腥味儿，这世上只有死人才能守住命运。你若想当圣人，趁早滚下车去陪他们。回京，再敢多看一眼，咱家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下酒。谢大人，那些妇人也就罢了，可那些孩子，他们还那么小，懂什么？为什么要连他们也杀？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根本构不成威胁。大人杀伐果断，阿离明白，可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与恶鬼何异？无辜，在这大楚江山，最不值钱的就是无辜二字。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今日你放过的孩子，明日就可能变成刺向咱家心口的利刃。他们只是农家子弟，怎么可能？咱家不想留下任何能让那帮文官弹劾的把柄。既然这村子已经见了红，那便一个活口都不能留。阿离，你若再敢用这种眼神神看咱家不介意送你下去陪他们。甲乙，你们2个带人留在村里，挨家挨户搜，只要是喘气的，不管是人是畜，一个不留。是。丙丁，你们去村尾月亮湖，带上钩索，把那夏青云的尸骨给咱家捞上来。活要见人，死要见骨。他知道夏青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软肋，而现在这个软肋正被谢南怀彻底捏碎。大人，穿过这片林子就是月亮湖了，岸边湿滑，您当心脚下。站住！你现在代表的是咱家的脸面，看看你这缩头缩脑的样子，丢谁的人？大人，阿离只是怕给咱家把脊梁挺直了。若再让咱家瞧见你这副自轻自简的蠢样，回京后直接关进礼教司待3个月。这还像点样子？带路。大人，勾住了，沉甸甸的，像是骸骨。
下葬那天穿的青丝软罗裙。捞上来，咱家倒要看看这位惊才绝艳的夏青云究竟藏了什么秘密。还是一样，竟真的一点都没变。娘亲总是坐在这里给我念书，那时候这里还有炭火的温度。看来盯上你娘的人不止咱家一个。这屋子被翻成这样，怕是连块像样的地板都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都没了，连娘亲最后的一件衣裳，他们都没给留下。哭够了就给咱家起来。既然东西不在这儿，那就说明夏青云当年留下的东西，早就被人捷足先登了。挖开。这是什么？我在这里住了10几年，从来不知道地板下竟然藏着这个。娘亲瞒了我一辈子，谢南华竟然一眼就能识破，他到底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家的秘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夏青云倒是深谙此道，可惜这世上没有咱家找不到的东西。大人，您为何会对这藏物之处如此了如指掌？因为这世上没人比咱家更了解夏青云的喜好。她不仅是我的故人，更是我恩师的独生爱女。按辈分，她是带我入门、照顾我长大的大师姐。大师姐，你是说你和我娘，你们？不然你以为咱家为何偏偏在万千辽民中选中了你？为何由着你在这京城里上蹿下跳？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在看戏，他看着我小心翼翼的藏身份，看着我拼命的想博他欢心，原来他早就知道我是谁。所以大人救我、重用我，都只是因为你一直在利用我找这个匣子。与其在这儿纠结旧情，不如想想怎么打开它。阿离，你娘当年的不告而别，让咱家可是找得好苦啊！现在把钥匙拿出来。果然是在这里。大人，这玉佩上为何会有龙纹？我娘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大人，
做什么？您快起来！臣谢南怀参见小主子。绝不可能！我娘只是个普通的村妇，她只会教我缝补挠活，她怎么会和皇家扯上关系？谢南怀，你是不是又在设局骗我？为了这个匣子，你连这种戏码都演得出来吗？事关皇室血脉，咱家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拿这种事设局。你娘夏青云是当年名动京城的才女，更是先帝心尖上的人。当年夏家势大，朝中政敌如林，先帝深知后宫如深渊，他若强行纳师姐为妃，只会将她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先帝为了护她周全，才忍痛编造了她暴毙的假象，暗中送她出宫，隐姓埋名躲在这偏远的幽州。这块玉佩是先帝给你的护身符，也是你皇室身份唯一的铁证。所以，我这10几年的贫寒，我娘受的那些苦，竟然都是为了躲避那个高高在上的位子。师姐在信中交代，若天下太平，便让你做一辈子村女。可如今朝中动荡，伪帝昏庸，皇室正统血脉绝不能流落在外。阿离，这不是阴谋，这是你应得的江山。他跪的不是我，而是这块玉佩，是那个能让他名正言顺操控朝堂的身份。去京城找谢南怀，只有他能护你。原来是这样，我竟然一直以为谢南怀是我那个抛弃妻子的混蛋爹。娘，您瞒得好苦，您教我礼仪，教我诗书，却又让我在这泥潭里挣扎求生，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师姐一生清傲，她不愿你被禁锢在红墙深处，却又怕自己走后，你在这乱世无所依傍，只有咱家这条被她救过的疯狗，会对她唯一的血脉死忠到底。死忠？所以这几个月来你对我的折磨、试探、羞辱，也全都是为了验证我够不够资格承接这个身份。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若你只是个扶不起的草包，那这块玉佩，咱家宁愿让它永远烂在地里。一辈子疼了一辈子，临了连个名分都不要，为什么不早点告诉阿离？为什么？师姐，当年你救下我这条命，如今估计我把她护送回来了。别哭了，师姐让你活下来，不是为了看你把眼泪流干。活下来，像现在这样。做一个被你们推上台面的傀儡吗？是做傀儡还是做执旗的人，全在主子您的一念之间。禀督主，京城急信。圣上已经收到了咱家的折子，得知龙嗣尚在人世，龙颜大悦。他一直在找我。陛下已下旨，命咱家即刻启程，日夜兼程护送主子回宫。他说，他日思夜想，都在盼着见你这位明珠格格。日夜盼着我。他是盼着这块玉佩背后的夏家旧部，盼着能稳固他摇摇欲坠的龙尾巴。哈哈哈哈哈！主子聪慧，这京城咱们回定了。来的时候，我只是个被你锁在笼子里的玩物；走的时候，竟成了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囚徒。在这乱世，尊贵总好过卑贱。主子，您得习惯这前呼后拥的滋味，这只是个开始。京城不比幽州，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既然要回去，规矩你得记牢。入城后，你先入行宫暂住，见了陛下不必行跪拜大礼，只需执晚辈礼。他最看重虚伪的亲情，你越是表现得思母心切，他便越觉得你单纯好控。他杀了我娘的家族，逼得我娘隐姓埋名，现在却要我和他演父女情深。
那是当今圣上，你的亲生伯父。他生性多疑，最忌讳功高震主，但也惧怕老无所依。朝堂之上，除了咱家，谁都不要信。尤其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文臣，他们背地里吐出的毒液，比太监的针还要利。谢南怀，你教我这些，到底是为了护我，还是为了让你手里的这把刀更锋利些？主子真是长大了，竟学会揣摩人心了。咱家是个残缺之人，这辈子求的不过是权倾天下。你是先帝唯一的血脉，你站得越高，达家在阴影岭里就越稳固。我会演好这出戏，但谢南怀，你记住，等我踏入那座金銮殿，我就不再是那个任你摆布的小丫头。那咱家就拭目以待。你以为咱家是这几个月才盯上你的？难道不是吗？你为了找那块玉佩，把幽州翻了个底朝天。那是演给京城那些老狐狸看的。10年前，先帝驾崩，京城血流成河，咱家抱着还是个孩子的当今圣上，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登基。那天夜里，咱家连脸上的血都没擦，就带人秘密快马赶往幽州。咱家到了那草屋前，本想接师姐和你回京，接你们去受万人朝拜。可你猜咱家看到了什么？咱家看到那群贪婪的村民，为了几个铜懒，正围着你们的破屋指指点。师姐为了护住你，正跪在泥地上给那些缝补脏臭的衣裳。若我那时候把你们带回去，你们活不过出幽州的第一个官道。所以，你这些年一直都知道我们在哪儿？是，那些总是莫名其妙照顾你们生意的商户，那几个总在村口转悠的货郎。都是咱家的人。既然要照拂，为什么不早点带我们走？为什么非要等到我娘死了，你才像个恶鬼一样闯进来？因为咱家还没扫干净京城的那些垃圾，因为师姐不肯。他宁愿死在那荒郊野外，也不愿让你卷入这场权力的绞肉藤。可他错了，阿离，你是龙血，你的骨子里流着这世上最脏也最贵的血，你逃不掉的。所以你现在带我回去，是因为你已经扫干净了？还是因为你需要我这个龙嗣去帮你压制那些你扫不干净的人？都有。入京之后，你便是咱家唯一的舞台。阿离，多谢督主，谢你护了我们10年，谢你没让阿离真的死在那方小小的村子。咱家说过了，你是他的女儿，这天下谁都能死，唯独你得活得比谁都好。以后在京城，你不再是那个为了几文钱东躲闲藏的小村姑，你是大清朝唯一的明珠。谁若敢让你皱一下眉，咱家便剜了他的眼；谁若敢动你一根指头，咱家便屠了他满门。去歇息吧，明日入京。你要面对的是百官跪迎，是金銮殿上的那位。谢南怀，我真的能做回那个公主吗？有咱家在，你只管安心做你的公主。这世间所有的脏事血事，咱家替你挡，替你杀。传令京城潜伏的暗章，入城当日，若有老臣敢在格格的身份上做文章，格杀勿论。奴才叩见谢督主，叩见安乐公主殿下。公主千岁，千岁，千岁。公公请起，陛下有何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先皇嫡女夏氏青云，温婉贤淑，不幸罹难，特追封为贤德皇后，入正陵陪葬。皇女阿离血脉高贵，流落民间，受苦多年，朕心甚痛。即日起册封为安乐公主，赐居长乐宫，一应礼仪仪仗皆按嫡公主规定。回京事宜全交由东厂督主谢南回打理。钦此。恭喜安乐公主，贺喜安乐公主！长乐宫已经修缮完毕，陛下正盼着您回京团聚呢。主子，这圣旨是您母亲的名分，接了吧。贤德皇后生前在那破屋聊着的时候，她可曾想过给她半点名分？这陛下也有苦衷。多嘴。来人，赏。安乐，
这封号是达家亲自为你选的。长乐宫曾是你母亲住过的地方。长乐宫是。从这一刻起，没人能再叫你草民。你是大清朝最尊贵的安乐公主，那些想看笑话的人恐怕要失望了。起驾，护送公主回京。护送公主回京。听说了吗？这就是那位流落民间10几年的嫡公主，封号安乐。瞧这仪仗，比当年的长公主出嫁还要阔绰。谢都主亲自开路，谁敢不给面子？之前还听说是个在幽州挖野菜的小叫华子，这摇身一变，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不过3个月，这条街还是那条街，我却连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娘，你看到了吗？他们跪的不是我，是这身衣裳，是谢南怀给我的这张皮。阿离，别低头，看着这些跪下的人。从今天起，你只需要俯视他们。在这京城，没有什么是你买不起的，也没有什么是你得不到的。包括人心吗？人心是最贱的东西，只要你有权，他们会自己把心挖出来呈给你。我明白了，督主。像，太像了。真的安乐，你和你娘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阿离，朕终于把你接回来了。阿离叩见陛下。众卿看清楚了，这就是朕与皇后的嫡长女，是朕失而复得的掌上明珠。陛下，风大，公主身子柔弱，不如先进宫再说。对，进宫，朕亲自领你去长乐宫。阿离，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谁也不能再让你受苦。看，这就是帝王的愧疚，接住他，利用他。朕意已决，前废妃下士本系名门，虽流落民间，然其德昭彰。今追封下士为贤德皇后，礼部择吉日入葬皇陵，与朕死后同阙。令皇女阿离承氏母德，册封为安乐公主，10亿3千户，赐金印紫绶。安乐叩谢父皇隆恩，父皇万岁，愿大兴繁荣昌盛。好孩子，谢卿，你教导有方，朕重重有赏。为陛下分忧是臣的本分。安乐公主天资聪颖，自然是一学即会。父皇，安乐受此厚恩实惶恐，往后定常伴父皇左右，以尽孝心。好。长乐宫已经备好了你最爱的糕点和珠玉，谢卿送公主过去。公主殿下，这只是第一步。督主放心，接下来的路我会走得比谁都好。阿离，快看看，这是朕让内务部连夜挑出来的，都是库房里最好的。还有这东珠，是你母后当年最喜欢的，朕都给你留着。这些年是朕无能，让你们母女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朕每每想到你竟然在幽州靠挖野草果腹，这心里就像被刀绞一样。这些东西真漂亮。你喜欢就好，只要你喜欢，朕把整座国库都搬到你寝宫去。可是父皇，3个月前我在京城大街上快饿死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块发霉的冷馒头，也比这些珠子要管用得多。我娘临死前抓着我的手，问我为什么她的私信一封也传不进京。她死在那个破庙里的时候，
身上连卷裹尸的草席都没有。是朕被奸人蒙蔽，是朕。父皇，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只能看不能吃的金银珠宝。那你想要什么？只要这大兴江山有的，朕都给你。我要那些害过我娘的人，血债血偿。我要这宫里这朝堂上再无人敢随意定夺我母女的生死。我要权力，能掌握自己命途，也能裁决他人性命，真正的权利。好，朕给。从今日起，安乐公主可参政听政，见朕不拜。阿离，你终于知道什么才是这世上的罪妇。公主，这是刚下的雨前龙井，您润润嗓子。公主殿下，您坐着就行，有事尽管吩咐奴婢。这里连风都是死寂的，我想念幽州那个漏雨的小院，想念阿娘在篱笆下种的那些不值钱的牵牛花。怎么，住惯了泥草屋，被这泼天的富贵压得喘不过气了？督主是来笑话我的。这些摆件，这些规矩，像是一道道锁链，锁得我浑身疼。这些东西若是让你不痛快，砸了便是。这可是父皇赐的，宫里人都看着，传出去。哼，有本座在，谁敢议论半个字？阿离，你要记住，你是这大兴最尊贵的安乐公主，这长乐宫是你的领地，不是你的囚笼。你想光着脚在店里走，还是想把这些劳什子花瓶都扔出去种野草，都随你。你要的权利，不就是为了让你随心所欲吗？谢南泉，你说的对。这就对了。只要我在一天，这京城就是你的游乐场。哟，这就是安乐公主吧？瞧这模样，真是像极了当年的夏氏。只是这坐姿，到底是乡野长大的，随性了些，不如宫里教养出来的格格端庄。姐姐，快别这么说，公主在外面受了苦，那些个礼仪尊卑、琴棋书画，自然是没机会学的。咱们这些当娘娘的，往后得多担待，慢慢教才是。瞧瞧，这好好的长乐宫还没住上一天呢，就弄得这般狼藉。公主若是缺了什么规矩人带路，臣妾在那儿有几个凶悍的嬷嬷，最擅长教导不服管教的丫头。丽嫔娘娘说笑了。我阿娘教过我，在幽州深山里，野猪和豺狼也是不讲规矩的，他们只看谁的牙更利。两位娘娘说我不懂规矩，可我刚进京就听说，这宫里的规矩是见金印子受者如见君。我10亿3千户未同亲往，3位娘娘进门至今未曾向本宫行大礼，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宫廷规矩？安乐，大家都是一家人，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害死我阿娘的凶手还在后宫里藏着，在座的各位，谁敢保证自己是干净的？说得好，既然3位娘娘不会行礼，那本座不介意亲自教教各位。臣妾参见安乐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东西放下，人滚回去。本宫当是谁在这大放厥词，原来是谢督主。督主手伸得够长，连后宫姐妹教导小辈的事也要插手。安乐，别以为有了皇上的恩宠就能目中无人，这后宫终究是有主子的地方。李贵妃方才说
谁是主子？本座记得李大人的兵部尚书之位，去年似乎出了点纰漏。那几笔发往边疆的军饷，若是本座今日手痒去翻翻东厂的巨录，不知娘娘还能不能站在这里谈规矩？你威胁本宫？本座不是在威胁，是在告知。这大兴宫里，哪怕是一只耗子怎么死，都得本座说了算。安乐公主是本座护着的，谁若是管不住那条舌头，本座不介意亲自替她割了。本座有的是法子，让她求生不得，死而不成。公主息怒，是本宫，是臣妾失言了。安乐公主金枝玉叶，自然是咱们后宫的典范。臣妾知错，求公主宽宏，求公主宽宏，求公主饶命。都散了吧，本宫的长乐宫庙小，盛不下诸位娘娘的厚礼。公主，这耳根子可算是清净了。谢南怀，你总是这么横行霸道。为了你，当个奸臣。众爱卿，朕登基20载，膝下并无皇子，唯有安乐这一脉单传。朕欲册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入主东宫，继承大统。什么？皇太女？这如何使得？陛下，万万不可呀！自古以来，乾坤有别，从未有女子居储位称大统的先例。此举乃乱纲常备祖制，恐遭天谴啊！微臣附议，大兴江山社稷，岂可交于一女流之辈？若立公主，天下士子必将心生不满，社稷危矣。老臣倒觉得陛下英明。安乐公主身流皇室血脉，更有幽州平乱之勇，巾帼不让须眉，立她有何不可？尔等莽夫，只知兵戈，不知礼教。礼教能守得住这江山？你有本事你去打仗啊！够了，朕还没死，你们就在这儿闹翻天了。陛下，若执意如此，老臣宁愿撞死在这御书房的柱子上，也绝不眼睁睁看着祖宗基业毁于一旦。康王爷既然这么想报效祖宗，本座可以现在就送你一场。祖制、规矩，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规矩自然也是陛下定的。谁若是觉得江山社稷不如那几本发霉的礼教重要，东厂的刑具不介意让他清醒清醒。朕意已决，谢卿，你旨。微臣明旨。陛下，即便您一意孤行，宗人府也绝不会在册封诏书上盖印。皇室血脉尊贵，岂能让一个在乡野长大的黄毛丫头？王爷，本座劝你把那2个字咽回去。安乐公主乃先帝嫡亲血脉，是陛下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肉，这不叫家世，这叫正统。陛下正直圣明，立储乃是为江山万世计，尔等口口声声为了祖宗，实则各怀鬼胎，盯着那把椅子太久了吧？今日谁敢说个不字，便是公然藐视圣意同谋逆，谋逆者株连9族。本座不介意让这御书房的地砖换个颜色。还有谁有异议？陛下，圣明，公主名正言顺，立为皇太女，实乃大兴之福。陛下圣明，臣等遵旨。陛下，既然众臣归心，册立大典便可交由礼部即刻操办。阿离，这万里江山，本座替你守住了第一步，谁敢拦你，本座便杀谁。皇太女，公主，哦不，皇太女殿下，这是真的吗？陛下真的封您为储君了？大周朝开朝以来，从未有过女子临朝，父皇之时，把这万里江山都压在我身上了。怎么，这就吓傻了？圣旨已下，如今天下人都知道，大周未来的主子是你沈初离。我只是在想，你这招数背后是多少人的口诛匪伐？谢南怀，今天在御书房，你是不是又杀人了？杀人太脏，只是吓坏了几个老古董。怎么，怕了？怕这位置太高，摔下来粉身碎骨？我不怕，我不是怕死，也不是怕那些流言蜚语，我是怕自己做不好，怕我接不住如画江山，辜负了陛下的信任，也辜负了你为我挡下的那些刀剑。只要你想做，便没有做不好的。阿离，你只需要往前走，你身后所有的血和脏东西，本座都会替你除干净。谢南怀，我们真的能走到那天吗？除非我死，否则谁也别想动我。看这折子，江南水患，布政司开口就要300万两白银。阿离，你瞧出什么问题了吗？他们只报了毁坏的耕地，却没提各县粮仓的余粮，而且这修堤的银两
比去年整整翻了1倍。聪明，这就是这帮老狐狸的铺平经。记住，看奏折不要看他们写了什么，要看他们藏了什么。这是朝中各大派系的势力分布，左相把持吏部，那是文人的风管，实则腐朽。昌王虽被压制，但在宗室中根深蒂固。所以，若要推行新政，第一步就要先切断他们之间的联姻和利益往来。阿离，你这见地足以让御书房那帮老头子汗颜。我是被你逼出来的。你每天讲那些地方名声，若是处理不好，那便是千万条人命。这份，你看看。我主张以工代酒，让他们修路开荒，而非单纯施粥。好，这一笔批得极妙，从连奏折格式都不懂，到现在能独立断案。阿离，你确实让本座，让这大周看到了希望。那也是谢老师教的好。老师？本座可不只想当你的老师。谢南怀，你看看这些女子，她们有的比男子更有才干，有的勤恳一生，可到头来生死荣辱全在男人的一念之间。这世道自古如此，男耕女织，夫为妻纲，这是刻在那些读书人骨子里的道。你想改，便是要与天下文人为敌，与千年的礼法为敌。礼法若是诗人，那这礼法还要他作甚？本座不回答你的为什么，本座只问你一件事：若有一日你登基称帝，君临天下，握住了这世间最高的权柄，你想做些什么？我想开女学，准许女子进学考取功名。我想改律法，准许女子立户继承家产。我想让这天下的女子不必再依附于谁，也能活得顶天立地。这路极难，可能会流血牺牲，甚至会让你这个皇帝位子坐不稳。若能换得天下女子的一线生机，这位子坐不稳又如何？那微臣便提前祝贺陛下。这世道的规矩，咱们联手把它拆了。今日起，皇太女代朕指政，凡军国大事，皇太女皆可临朝决断。陛下不可！自古否极司臣乃乱世之兆，女子当以柔顺为德，怎可立于庙堂之上指点江山？此举有违祖制，臣请陛下收回成命。林太傅口口声声说女子干政是乱世之兆，本宫倒想请教，先帝其妻，我大周国力鼎盛，万邦来朝，那是乱世还是盛世？自然是盛世。既然是盛世，那林太傅是否忘了当年先帝亲封的第一女官夏青云？她随先帝南征北战，定国策，李封疆，朝中文文半数出自她手。若女子不得干政，那夏大人当年辅佐先帝，岂不是成了太傅口中的乱世妖孽？这夏大人乃是特例。特例？天下有才者，唯有德者居之，何须分男女？林太傅若觉得女子只会依附男人，那这满朝文武，谁敢说比当年的夏大人更懂治国安邦？林太傅若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本座不介意送你回乡养老。皇太女所言极是，大周要的是能臣，不是满嘴组织的木雕。好，说得好，太女之言亦是朕之心声。夏青云能做到的，朕的太女不仅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钟情，谁还有异议？宗室那些老东西果然坐不住。谢大人有令，一个活口都不能少。带走。是宗室的人。几只翻墙的小耗子而已，已经处理干净了。我才在朝堂上顶撞了他们，他们便想要我的命。这储君之位，果然是踏着血上去的。阿离，看着我，只要本座还在这一日，这大周的宫墙便是铁打的。别说是刺客，便是阎王爷亲临，没本座的频许，他也带不走你。谢南怀，谢谢。继续睡吧，今夜本座就在这守着你，没人能伤你分毫，我保证。
启奏陛下，昨夜东宫遭歹人潜入，欲行行刺皇太女之暴行，幸得暗卫防范严密，已将贼人悉数擒获。这是从刺客身上搜出的调令，以及秦王与康王往来的密信。信中详述了如何买凶，如何接应。两位王爷，需要本座当众读出来吗？陛下，冤枉啊！这是栽赃，是谢南怀血口喷人。栽赃！上头盖的是你们王府的私印，朕还未驾崩，你们就敢对太女下毒手，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谋朝篡位，坐朕这个位置了？陛下恕罪，臣等只是不想看祖宗基业毁于女子之手。不想毁于女子之手，所以就用这种下作手段杀人越货。康王，你们口中的祖宗基业，就是教你们如何残害其亲血脉吗？传朕旨意，宗室秦王康王藐视皇权，蓄意谋逆，即日起削去爵位，废为庶人，抄诺全府家产，满门流放蛮荒之地，永世不得入京。陛下开恩啊！陛下啊！诸位大人，可还有人觉得皇太女不以理政？陛下圣明，太女千岁。这本关于江南水利的奏折，你要看的不是良田万顷，而是这折子背后的门道。你是说，他们借着修堤坝的名义，实则是想圈地？人心如深渊，这些老狐狸最擅长在字里行间藏刀。你要批的不是准字，而是要调破一名不属于这两派的监察御史。谢南怀，若没你教我这些门道，我怕是被这堆废纸淹了都看不出端倪。天大的国事也抵不过太女殿下的胃，先把这碗粥喝了。我还没看完这最后3本，剩下这3本，要么你现在喝粥，本座念给你听，要么本座直接把它们扔进火盆。谢南怀，你说我们会一直这样吗？以前你是沈家女，我是谢首府，以后你是江山的主人，我便做你手中最利的剑。只要你回过头，我就在。那说好了，你若敢中途撒手，我便治你个藐视皇权的罪。臣甘愿领罪。谢南怀，你究竟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在千岁府门口，还是在那之前？当年在千岁府门口，你一张口提夏青云这个名字，本座便知道你是谁了。那么早？那你当时还装作那般冷漠，甚至还把我……阿离，那时候的京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泥潭，宗室、权臣，还有那些藏在暗处的眼睛，全都盯着千岁府。所以你故意疏远我，甚至对我百般刁难。若我当时便表现出对你的在意，认下你的身份，那些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下一秒就会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我若认你，便是亲手给你招来杀身之祸。那回幽州的一路上，回幽州那一路上，我故意放慢行程，招摇过市，我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看清楚，你是我谢南怀亲自护着的人。你在立威？我要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明白，动你便等同于对本座宣战。只有这样，你才能在那种动荡的局势下，活得比谁都体面，都安全。谢南怀，你这个疯子，你就不怕我真的恨死你？只要你活着，恨不恨我，本座不在乎。可我现在不恨你，我只想治你一个欺君之罪。那太女殿下打算如何惩治？是罚微臣，
守着你一辈子，还是罚微臣再也不许离开你半步？今日早朝，孤有一新政，欲推行天下。第一，自即日起，大宁朝允许女子读书识字，各州府县必须拨出捐款开办女学，凡有阻碍者，以违逆圣旨论处。第二，大宁女子年满19、16，享有独立立户之权，不必依附父兄，不必受制丈夫。女子之身亦可顶天立地，自成一户。太女殿下，这简直是倒行逆施！女子无才便是德，立女户更是坏了纲常伦理，这让天下的男儿颜何存呐？颜面，若男儿的颜面要靠踩在女子脊梁骨上维持，那这颜面大宁朝不要也罢。第三，孤要女子可参加科举，可入朝为官，甚至可凭军功袭爵。只要有才干，这大宁朝堂便有他们的一席之地。陛下，万万不可！若让女子入朝，那后宫干政、阴阳道德之祸近在眼前啊！请陛下收回成命。请陛下收回成命，请太女殿下三思。诸位大人是怕阴阳颠倒，还是怕你们寒窗苦读数十载，到头来竟比不过一个深闺女子，丢了你们胯下的那点功名利禄，微臣谢难怀。愿为太女新政之足，若有抗旨不遵者，微臣手中这柄剑不介意送他们去见列祖列宗，问问什么是真正的纲常。准。阿离，你今日在殿上提出的新政，是在挑战着天下千百年来的规矩。你可知，此举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儿臣知道。那你告诉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邀名，还是为了巩固你身为太女的权势？儿臣不为名，也不为权，儿臣只是想起了母亲。父皇可还记得幽州的那些村妇？当年母亲在幽州办了绣庄，教他们识字，教他们针线。那些曾经被公婆随意打骂，被丈夫视作累赘的女子，因为有了那点绣活的收入，竟然能让家里人高看一眼，能挺直腰杆说话。儿臣亲眼见过一个快要被夫家逼死的女人，因为母亲给的一份活计活了下来。那时候儿臣就在想，为什么女子的生死荣辱只能记在男人的喜怒哀乐上？这天下有无数才情绝佳的女子，却因为纲常二字，被困在方寸之地的后宅，熬白了头，耗尽了命。她们本可以成为妙手回春的医者，本可以成为运筹帷幄的谋士，甚至可以是守卫疆土的将军。你想给他们一个机会？儿臣想让大宁的女子都有安身立命的本事。儿臣想让他们明白，除了做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他们首先是他们自己。这规矩是人定的，便也能由人来改。说这天下女子皆能自强，大宁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盛世。求父皇成全儿臣这一份痴心。既然你想做这开天辟地的第一人，那朕便替你压住那些老顽固。阿离，莫要让朕，也莫要让天下的女子失望。儿臣定不负父皇厚望。即日起，准天下女子读书识字，开办女学。年满16可立女户，才拙者可入朝为官。我立户了，我那被休回家没地儿去的苦命闺女，终于能有个名分了。太女殿下千岁，陛下圣明啊！谢南怀，你看，他们在哭。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怕这道旨意发下去，也不过是废纸一张。阿离，这不再是废纸了，这是你为他们杀出来的一条生路。从今日起，若天下再没人敢说明珠蒙尘，你不仅是这大宁的太女，你更是万千女子的光。我哪有那么伟大？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再受我吃过的苦。你做到了，阿离，你亲手劈开了这禁锢了女子几千年的枷锁。这只是个开始。
夜深路重，朝堂上还没折腾够，这会儿还要来吹风。谢南怀，你看那些灯火，每一掌下面都住着一户人家。从前我觉得那些灯火很远，可今晚我觉得离他们很近。我忽然好想娘。如果娘还在，看到今天宣德门前那一幕，看到那些女子能挺起胸膛走路，她一定会拉着我的手，笑得比谁都开心。师姐在天有灵，定能看得到。她一生所求不过是女子能活得有尊严，你今日之举是替她圆了最大的梦，她一定会为你骄傲，你是她教出来的最优秀的女儿。谢南怀，新政推行后，那些老臣绝不会善罢甘休，未来的路只会比现在更难走。那又如何？这天下本座想护的人，还没人能动得了。那你会一直陪着我吗？不是以臣子的身份，也不是以师叔的身份。阿离，本座的这条命早在幽州重逢那天就给你了，上碧落下黄泉，只要你回头，我都在。好，这可是你说的，若你敢先走一步，我定追到阎王殿把你揪回来。遵命，我的太女殿下。待明年考过医官试，我也能像林姐姐那样入太医院了。1年时间，从京城到边陲，女学遍地开花。阿离，你种下的种子成林了。这只是第一步，我要大宁的江山，不论男女，皆能尽其才。太女沈初林，秉性纯良，才智卓绝，1年间推行新政，海内承平，女子地位空前，此乃开万世之先河。朕老病日亲，愿禅位于皇太女沈初林，布告天下贤使闻之。臣等叩见新帝，平身。万岁万岁万万岁！师姐，你看到了吗？阿离成了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臣谢南怀，愿为陛下马前卒，守大宁万世太平。